你好，我是 Alex。我们今天视频主要讲解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曾经号称是以太坊杀手的 Solana 的钱包被盗，近万人受损接近1000万美元。第二呢，就是著名比特币投资公司微策略今天出财报，掌门人 Michael Saylor进行了职务调整另外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Robinhood 同样也出了财报，我们对比一下分析这2家重要的加密行业的公司财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第三呢，美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宣布不再对加密货币进行保险理赔。好，我是 Alex。 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以及一些科普的知识。另外呢，我在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通过视频下方的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正式开始首先我们看一下 Solana 被盗的情况这个消息最开始呢是一个叫做 Magic Ethan 的博主发推公布出来的。在美国西部时间下午5点多的时候Magic Ethan 说 Solana 链上疑似有一个非常广泛的漏洞正在被黑客所利用，用来盗取整个生态系统中的这个钱包的资产。用户可以通过以下的设置来保护自己的资产。他说第一步呢是进入 Phantom 这个幻影钱包的设置，然后呢找到受信任的应用的程序，然后撤销任何可以链接的权限。 Phantom 钱包呢表示正在与其他的团队密切合作，以查明 Solana 生态链中所报告的漏洞并且团队呢不认为这是 Phantom 特有的问题将尽快收集信息发布更新。区块链审计公司 AltSec也表示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面有超过5000个 Solana 的钱包资产被盗，而这些交易有实际所有者签署表明呢存在某种私钥的泄露。另外呢也有证据表明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以太坊的用户，尽管呢这不是普遍现象。 Solana Standards 的发推表示来自多个生态系统的工程师在几家安全公司的帮助下正在调查 Solana 上面被盗的钱包。目前呢没有证据表明硬件钱包受到了影响。这件事情呢现在在推特上已经发酵的很严重了大家都是怨声载道的，很多人埋怨 Solana 不作为，这个链呢有很多的漏洞，而且存在很久了。那么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整个2022年在 Solana 链上被盗取的数字资产已经高达10亿美元，这说明这个链的漏洞确实一直存在，而且很多，并且呢被黑客所熟知，而自己的研发团队并不知道如我们前面所讲的这样，那么黑客攻击者他们精心策划了大规模的私钥的攻击，并从热钱包中盗取了原生代币 SOL 和 SPL 2个代币。那么大部分的目标钱包已经超过6个月不活跃，而 Phantom 和 Slope 的钱包持有者也受到了影响。目前该漏洞的直接原因仍然未知但根据推特用户 Foba 的说法，它可能是上游依赖供应链攻击。他还提到呢，撤销对这些转账的批准可能无助于保存你的资产，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Magic Ethan 他提到的这种方法呢是不可行的。那么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呢就是将资金转移到离线的冷钱包。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冷钱包或者是不会用的话，那么暂时转移到可靠的中心化交易所也是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 Solana 在2021年的时候多次被各种方面的大 V 说成是以太坊的杀手并不是呢我看低这个公链，咱们有一说一，当年这个以太坊被攻击的时候社区的反应是相当快的，但是目前来看这个 Solana 被盗已经出现很久了目前这个团队还是找不出来问题，找不出来这个漏洞如果说你还想在这个圈里面玩下去，还想在下一次这个牛市来的时候在下一轮周期中还想活下来，那么首先你自己的技术要过硬你自己的链要足够的坚强，足够的安全才可以，对吧？那么我们看今天节目的第2部分这个券商Robinhood 公布2022年的第2季度的业绩它的报告截止到6月30号总净收入环比增长 6%， 达到了 3.18 亿美元基于交易的收入环比下降 7% 到2.02 亿美元，但是呢加密货币交易呢环比增长 7% 到5800万美元那么 Robinhood 的创始人他发表寄语，信中呢表示作为公司重组的一部分将裁员 23%， 大约呢是780名员工，所有职能部门的员工呢都会受到影响
但尤其呢是集中在这个运营、营销和项目管理的职能部门啊。本次裁员呢是该公司今年的第2次裁员了。今年早些时候啊 ，Robinhood 就裁减了9%的员工。另外一家公司啊 ，MicroStrategy 宣布董事长和 CEO 的角色分离 ，Michael Saylor 呢出任执行主席啊。冯乐出席首席执行官MicroStrategy 2022年财年第2季度的财报呢显示呢，总收入是1.221亿美元，毛利润呢是9690万美元，毛利率呢是79.4%，数字资产呢是包括了129699枚比特币啊，账面的价值呢是19.88亿美元啊，数字资产的减值损失第2季度是9.178亿美元，相比之下呢，2021年的第2季度是4.248亿美元啊。为什么我要将这2家财报放在一起分析呢？因为这2家公司将会在下一轮牛市中频频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我最近观察到 Robinhood 上线了很多新的币种包括这个 Chainlink 和 Uniswap， 这说明这家交易所在不断的增加自己的加密货币的这个业务。那么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这个加密货币的需求量在 Robinhood 上面是不断的增加。但是这个公司今年出现了2次的裁员也说明加息周期中即便是仍然在赚钱的公司，也是无法养活这么多的员工，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准备度过严冬昨天还有条消息说 Robinhood 的加密货币因违反反洗钱和网络安全法规被纽约州的金融服务管理局罚款了3000万美元。这也说明了美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呢是越来越严格和越来越正规化。微策略 MicroStrategy 我们已经聊过很多次了非常头铁的一家公司包括它的 CEO Michael Saylor 非常头铁，非常的钻石手即便是现如今行情如此低迷的情形之下，仍然是钻石手，并没有卖出自己的比特币，这个呢就比特斯拉有节操多了我也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这家公司呢一定会得到应有的这种奖励的通过这2家公司的财报，我们会发现 Robinhood 是认真做事的公司微策略呢就是钻石手，老老实实囤币的公司。他们2家公司的业务呢，并没有出现崩盘式的下跌说明这个加密货币虽然行情呢处在熊市，但是仍然是潜力巨大的一个行业相对比一些投机取巧的公司我认为老实本分呢才能活得更久。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第3部分美国银行业的监管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FDIC 他们宣布不再对加密货币进行保险理赔。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出现了好几天了。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叫做 Voyage 的这个加密货币的公司破产，它引发的 FDIC 的调查，最后给出这么一个结论那么我们简单说一下 FDIC它成立于1934年是为了应对大萧条期间破产的这种银行，保护普通老百姓的资产。那么从本质上来讲，如果银行倒闭了，它可以保护高达25万美元的客户的储蓄而存款的保险呢是仅涵盖银行倒闭时你存在这个银行里面的这些资金的。那么 FDIC 在一封信中写道那么他们这么做可能会导致这些公司的客户错误的认为他们的资金或投资是安全的，但是随着加密公司停止运营或者是暂停的提款，一些投资者非常痛苦的发现事实呢并非如此只有在受银行或储蓄协会持有的存款才有资格获得 FDIC 的保险，包括支票和储蓄账户中的存款以及银行持有的这个资产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这个加密公司不包括在内那么股票、债券、共同基金、加密资产和其他的投资也不包括在内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正式的这种详细的条文。那么最近在美国出现了很多公司破产或者是不让提现的情况这说明很多中心化的交易所一点都不安全那么不要迷信任何一个交易所那么鬼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倒闭，什么时候跑路那么最稳妥的方式就是提币到自己的冷钱包。包括呢我多次在视频里面提醒大家的这个 Coinbase 我认为这家公司很有可能很难熬过去这个寒冬如果你有资金在 Coinbase 里面，记住这个 FDIC 是不保护你的在 Coinbase 里面的资产的，请尽快的提币。冷钱包 Ledger 的这个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了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呢会对你的资产负责任这是一句大实话请保护好自己的资产。那么这个是比 do your own research
更要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第一部分讲到了这个 Solana 被盗的这个情况啊，说明热钱包是极度不安全的啊。我们第3部分也提到了这个交易所会跑路，所以该怎么做啊？你应该心里面有数了。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